世界杯四强全部诞生。更加巧合的是，FIFA 赛前预测的4支种子球队最终全部杀入最后阶段。接下来的4场比赛，每场将都不输决赛之战。世界足坛最高身价法国和西班牙最强阵容之间的正面对撞。一边是身价超过16亿欧元的高卢雄鸡，拥有姆巴佩、登贝莱、楚阿梅尼、特奥、科纳特等顶级球星；另一边是身价超过10亿欧元的斗牛士军团，亚马尔、佩德里、尼克威廉斯、梅里诺、奥亚萨瓦尔组成的新一代攻击群正在席卷欧洲。这些球员踢完90分钟，单场赚取约1240万美元。倘若比赛进入加时，120分钟直接冲到约1654万美元。每一次冲刺射门与对抗背后都等同超过13万美元的价值。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，曾经踢出过一场足以载入欧国联历史的疯狂大战。西班牙对战法国，9个进球，不到10分钟就有一次破门，领先4球，被追回3个。从看似提前结束，到最后1分钟仍然悬念不断，这是欧洲顶级攻击手的一次集体爆发。如今世界杯再次来到关键阶段，两支球队的核心人物依旧没有改变。亚马尔，那个用突破撕开防线的西班牙天才；姆巴佩，那个只要启动就能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法国王牌。一个代表未来，一个代表现在。当两个人再次站上同一个舞台，所有人都想知道，到底谁才是这场欧洲最强攻击战的真正主角。第11分钟，登贝莱开出角球，拉比奥禁区内巧妙一漏，皮球来到特奥脚下，迎着来球就是一脚重炮轰门，皮球狠狠砸在横梁上弹出，西班牙逃过一劫。老规矩，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，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。第22分钟，西班牙让法国感受到真正的进攻风暴。亚马尔右路拿球，面对法国防线，他没有选择强行突破，而是突然停顿，观察队友跑位，随后送出一脚精准横传。奥亚萨瓦尔禁区内完成策应，尼克威廉斯高速插上，一脚推射，1-0。西班牙率先撕开法国防线。3分钟之后，法国再次遭遇重击，西班牙中场抢断成功，快速发动反击。奥亚萨瓦尔送出精妙挑传，梅里诺瞬间启动，甩开法国后卫，单刀面对麦尼昂，冷静推射远角，2-0。西班牙连续2次击穿法国防线。这场原本势均力敌的半决赛，竟然会在短时间内变成西班牙的进攻表演。然而，真正疯狂的剧情还在后面。第28分钟，法国开始反扑，杜埃成为他们最活跃的突破点，一次内切，一次摆脱，一脚射门，可惜被乌奈西蒙稳稳扑出。法国继续在边路速度制造压力，特奥不断前插，恩贝莱寻找突破空间，姆巴佩也开始频繁回撤拿球。半场结束，比分维持在2-0。下半场开始，法国疯狂压上，西班牙找出破绽，又一次给出致命一击。第54分钟，亚马尔在禁区内制造杀机，面对法国防守，他的节奏变化让防守球员难以判断，随后在禁区内倒地，裁判判罚点球，亚马尔亲自主罚，面对麦尼昂没有任何犹豫，3-0。法国还没来得及重新组织，1分钟之后比分再次改变。第55分钟，西班牙前场连续配合，法国防线已经完全被拉开，佩德里出现在最佳位置，接球之后冷静推射，4-0。法国彻底陷入绝境。这一刻，很多球迷都认为比赛已经提前结束，毕竟面对这样的西班牙，4球落后，几乎没有球队能够翻回来。4球落后，很多球队可能已经放弃，可法国不是，因为他们拥有姆巴佩，而姆巴佩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永远不会接受提前结束。第59分钟，法国终于找到突破口，姆巴佩高速杀入禁区，西班牙防守出现失误，裁判吹罚点球。这个位置多少让球迷想起3年前卡塔尔世界杯决赛法国队战阿根廷，当时登贝莱在禁区防守迪玛利亚时，同样的位置送出点球。法国队的禁区故事总是会留下经典瞬间。站在12码前的是姆巴佩，面对乌奈西蒙，法国队长没有任何犹豫，一脚低射，稳稳命中，4-1。法国终于追回一球。有时候一个进球就能让整支球队完全改变。法国开始不断压上，西班牙防线开始承受压力，姆巴佩、登贝莱、杜埃不断寻找空间，只要再进一个，比赛就会重新燃烧。但是西班牙同样拥有自己的答案，那就是亚马尔。第67分钟，西班牙再次发动进攻，亚马尔在前场获得机会，面对法国防守球员，亚马尔冷静调整，随后完成射门，皮球再次飞入法国球门，5-1。亚马尔梅开二度，西班牙再次把法国刚刚燃起的希望直接扑灭。这一刻，比赛看起来已经失去悬念。西班牙5次攻破法国球门，而法国距离失利似乎只剩最后几十分钟。然而，身价总计13亿美元的法国绝不认命这样的耻辱。第79分钟，法国年轻前锋切尔基登场后，立刻扭转场上节奏，一次进攻机会，皮球辗转落到他的脚下，
面对西班牙防线，切尔基没有半分犹豫，直接起脚轰出世界波，皮球划出完美弧线，直挂球门死角，5-2，法国追回第二球。这个进球像是敲开反攻序幕的战鼓，瞬间点燃法国全队的士气。5分钟之后，法国持续向前压进，西班牙后场解围出现混乱，孔德不慎将皮球碰进自家球门，送出乌龙球，5-3。刚才还在庆祝的西班牙球员赶紧提醒队友保持专注，而场上的法国球员已经完全相信奇迹有机会上演。此时的法国彻底进入疯狂反扑模式，他们不再顾及后场防守，全体球员向前压上，因为所有人都清楚比赛时间越来越少，没有多余的调整机会。西班牙则全力收缩防线，死守领先优势，双方进入最后阶段拉锯战。每一次法国的前场推进都让西班牙球迷心跳加速，每一次西班牙的快速反击都可能彻底锁定胜局。进入伤停补时阶段，法国再度拿到进攻机会，一记边路传中，皮球飞向禁区，莫阿尼抢到落点，高高跃起头球攻门，球进了，5-4。法国真的把比分追到只差1球。这一刻，整座球场彻底沸腾。第67分钟时，西班牙还手握4球领先。短短不到半小时，法国硬生生把比赛拉回满满悬念，但剩余的比赛时间已经不足。伴随裁判吹响中场哨音，西班牙5-4击败法国，拿下这场疯狂到极致的胜利。一场比赛9颗进球，2支欧洲顶级豪门把对攻足球演绎到极致。而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，无疑就是亚马尔与姆巴佩之间的正面对话。过去许多年，欧洲足坛一直在等待全新王者诞生。姆巴佩早已证明自身实力，手握世界杯冠军，金靴荣誉，无数关键战役都由他一锤定音。而亚马尔则透过一场又一场强对话，告诉全世界，他正在成为西班牙全新的进攻核心。一人已经站在足坛巅峰，一人正全速冲向顶点，两个人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。如今世界杯赛场，法国再度遇上西班牙，相信所有球迷都满怀期待，期待亚马尔这样的年轻天才能在强对话中证明自己，期待姆巴佩这样的超级巨星能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，期待看见西班牙前60分钟的统治级表现，也看见法国末段不屈不挠的疯狂反击。这两支球队下次交手，还能不能再度制造一场9球大战？西班牙的胜利来自前场流畅的配合与高效终结，他们依靠亚马尔、尼科威廉斯、奥亚萨瓦尔3人的穿插跑动，持续拉扯，制造法国防线的空档。而法国本场的问题在于上半场防守压力过大，面对西班牙传控阵型，没能及时压缩中场与边路空间，才导致短时间内连续丢球。但法国能够连追3球，同样体现出顶级豪门的底蕴。换作普通球队，在5-1落后时，比赛基本已经宣告结束。但法国依靠姆巴佩、登贝莱、切尔基等球员的冲击力，硬生生把比赛悬念维持到最后1分钟。这就是顶级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。你觉得这一次法国和西班牙再度碰面，姆巴佩能够完成复仇，还是亚马尔会继续带领西班牙占据上风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